比特币强势突破8万啊，接下来还会暴涨吗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会不会暴涨？我其实会比较倾向于看一些数据。那这个数据大家在 CoinGlass 当中其实是可以找得到。我把我最关注的几个指标都陈列出来。因为现在的情况呢，资金费率还是非常的负值。我们现在负资金费率到底有多负呢？基本上就是这轮周期中创新高的位置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加权平均资金费率打开。这张图来看的话，这已经是我们本轮周期当中资金费率极负的时候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空头的资金体量，因为这个是加权，加权之后呢，就代表空头的资金体量是在创新高的。那你说这个负的资金费率，它就一定代表会上涨吗？其实不一定，因为在过去负资金费率非常高的时候呢，还是有小小的跌一下，但是呢，它跌幅非常小，就像这个地方，它甚至还有小小的回调。再看持仓，因为近期的持仓呢是不断的在创新高啊。甚至说，你说我们在这一轮周期中，持仓体量呢是新高的点位，在上一次的话是23年之久，非常久的事情了。那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代表这一堆人都是开着空头的仓位去做空。既然是做空，就去看多空持仓人数比，多空比其实也很重要，这是比较接近新低的一个点位啊。那距离上次接近新低时候是25年的7月份，我们再把它缩小来看。现在的多空比把它归类为早期持续的阶段，这里持续的话不是断断续续而是已经持续了好几周的时间。那在过去持续多空比空方比较多的早期呢，它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1/3点呢，大概是在这一边，就是上涨的起涨点，在这段区间大概1/3的点位，也是大概落在这个目标点位啊，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上涨。所以其实在一个多空比空方持续一段的时间阶段，或许这个行情在过去2次都可以告诉我们还会不断上涨，可是到末期反而是一个反方向。很多观众也可能他不理解2次上涨在哪里啊？我们去对比现在是红线的这一个多空比啊，那把这个线拉到1/3的位置啊，你会发现它其实距离上一段行情的话是有上涨的，包括在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它也是上涨的行情，但是呢，这个在末期的时候都会形成一个高位。伴随高位的形成的话，就会有一段急速下拉的行情。那对比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处在刚好1/3的阶段，所以你认为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比特币接下来还会不会迎来一个暴涨？我认为呢，或许不会暴涨，但是有可能会阴涨。那阴涨的状态就是把上方的空头洗掉。这里要引入一个指标，就是牛熊分界线 EMA 200均线，目前是横在了，就这根蓝色的线，目前横在了82000到83000美元附近。在交易的世界当中，200日均线是所有机构和量化机器人死盯的趋势指标。在经历了漫长的盘整和复苏行情后，这条线通常会成为最强大的终极阻力啊。如果比特币这波冲击不能带着庞大的交易量强势突破这条线，并且稳稳的站在上面，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上涨，那就是一个残忍的假突破。假突破之后的暴跌往往会比原来的下跌趋势还要猛烈10倍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盘面筹码分布。现在比特币的盘面根本就是一个即将爆大的巨大高压锅。根据区块链研究数据员的数据啊，那从今年2月到4月，空头被主力反复无情爆仓，总共有高达79亿美元的空头被迫清算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但奇怪的是，大家其实有留意到，为什么比特币还能停在8万？因为市场上有一批人，他们在8万上方疯狂的加仓做空，就他们不信邪。另一边，华尔街资金 ETF 就是在下方硬接嘛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度僵持的局面。此时此刻就在82500美元这个位置附近，高高挂着大概11.2亿美元的空头仓位。那这些空军的话正在瑟瑟发抖，因为等待着要被爆仓嘛。但是你往下看，下方在77000美元附近的防线，居然聚集着高达42亿美元的多头清算地。上方只有11亿，下方却有42亿。如果你是掌控市场的庄家，做市商你会怎么做？庄家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收割流动性。现在盘面有2种剧本，第一种，庄家顺着现在的热度再往上猛拉一根针，精准吃穿82500美元，甚至站稳83000美元，把那11亿的空头全部爆掉，完成一次极致的炸空，让空头被迫买入比特币来平仓。这会成为推动价格短暂刺穿200日均线的最后燃料。但是第二种剧本也会随之而来。这是最需要防范的，就是庄家觉得11亿呢不够塞牙缝，他们选择在82000美元这边假装上不去，然后突然掉头向下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就是镰刀，直接往下杀到77000美元，去把那42亿的多头血筹，然后就把那些筹码全部都吃干净。加密货币市场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流动性在哪里，价格就会像磁铁一样被吸过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多头现在绝对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。其实我们纵观整个加密货币产业目前的动态，你会发现资本的布局是非常清晰的，他们都是在为长期的趋势做准备，而不是短期的炒作。
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，就是硅谷顶级风投 HLZ 刚刚宣布成立的规模高达22亿美元的 Crypto Fund Fi， 他们特别强调，这次的资金将重点压注在具有真实落地价值的应用型项目上面，比如说支付啊、金融服务啊等，而不是靠短期叙事吹起来的攻击币。同样的，美国特许银行也宣布要在索拉纳链上推出稳定币，连道富银行和这个合作啊，在索拉纳链上搞代币化现金管理的基金 Sweep， 甚至连传统的加密交易平台 Bush 都花费了42亿去收购传统过户代理机构，准备大搞实体资产代币化，也就是 RWA。这说明什么？聪明钱都是在往基础建设、往合规或者是实际现金流的方向走。与此同时呢 ，Coinbase 的执行长却宣布要裁员14%。连交易所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小散户的话，凭什么觉得现在是闭眼说话的狂暴大牛市？那我们再观察比特币目前的 K 线图，比特币有明确踩到75000左右的位置，而且有守住，而75000呢是此前在就这个高位的高点啊，所以它是有一个小小的支撑在的。同时，它也是个长天使趋势线的点，和它重叠的这个支撑呢，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。我们说之前的反弹呢，它会扫掉上方的一个流动性，现在这个流动性已经被扫的差不多了。甚至可以说 CME 的期货缺口呢也已经被回补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期货，在这个上方呢它是有一个缺口，然后你现在看到它的 K 线呢，其实这个柱状体呢已经有在回补到。那你说期货缺口被填补之后就一定会下跌吗？其实也不然。我们以现在的资金费率来看啊，它还处在一个比较极负的水平，那就预示着它可能会在这边盘整，然后随之就可能会进行一次假突破。那这个突破呢，会骗很多多军的人，可能说比特币要在84000以上准备站稳了，结果在这边盘整一下就引来一个下跌。我会比较倾向于这个剧本啊。最后，比特币突破8万是因为全世界的散户都在疯狂抢筹码吗？其实不是。如果你仔细去看数据，你会发现一个极度不合理的致命背离啊。比特币现货 ETF 在这短短几天当中的话，展现了恐怖的吸金能力啊，因为从上周五到本周一已经狂揽了11.6亿美元的净流入。但是有一个重磅消息，就是一直购买比特币的微策略公司呢，也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企业持有者，因为手上有高达818334颗比特币，占比特币总供应量的 3.9%。那在过去几年的公开场合，多次拍胸脯保证他的公司永远不会出售比特币。但是，就是信仰往往崩塌在一瞬间啊！他们在刚刚举行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，他的执行长态度就是发生了一个转变啊，因为他们在会议上明牌告诉华尔街，公司是有可能出售比特币，然后来为他那一档 STRC 啊，也就是高达85亿的高收益永续特别股支付股息。他们的高管原话是这样讲的：我们会在对公司有利的时候呢去出售比特币。最后呢，也就是定时炸弹美伊战争啊。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透露啊，他们正在跟美国密切协调，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级官员进行新一轮的精准打击。那这些计划早就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执行。那就意味着，只要中东随便一颗飞弹射偏打中油田，在全球原油库存这么吃紧的情况下，油价绝对会瞬间原地起飞。那油价一飞的话，美国通胀预期就会跟随爆表。通胀会导致油价反弹而失控，联总会被迫再次升息。那现在支撑全球股市和币圈狂欢的廉价资金流动性就会被瞬间抽干。这个时候呢，不管是纳斯达克还是比特币，所有的狂欢都会变成立即踩踏。最后给视频做一下总结啊，你一定要盯住 EMA 200日均线啊，那盯住82000到83000附近。如果接下来比特币在往上插针爆掉空头，却无法在这条线上企稳，反而说出一根长长的上影线，或者出现了看跌的吞没信号，这绝对不是让你加仓的信号，是让你手上的现货减仓，甚至在合约市场反手做空对冲的绝佳时机。第二呢，是向下看一下重点防守区，也就是76000到78000美元的就这一个流动性真空区啊，因为这是前期多头建立的需求带，也是买盘的最后底线。如果这个位置不幸被跌破，那么宣告这一波8万美元的突破彻底失败，市场将会进入到熊市思维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有人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，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如果还没有 Get.io 的账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，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在注册的时候，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，这样你可以获得20%的终身手续费返还。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，一鱼多吃福利多。
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